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来介绍要有邪乐了。这个活动是很久才会出现一次，也是被称为最值得去购买礼包的活动。那我印象中要有邪乐好像是跟节日活动一起推出的，而不是先出现节日活动才出现要有邪乐。所以某个程度上，我感觉官方有一点偏玩家去购买礼包。在说礼包之前，先介绍一下要有邪乐是怎么玩的。这个活动至少要有2位玩家，然后你可以随机匹配，或者是找你自己的队友。玩家可以自己选择到底使用多少的礼件。因为我记得第一个版本是需要用到10张礼件，后面改成用5张、1张、4张，现在是可以任意选择1、2、3、4、5都可以。这个活动越来越人性化了，它就根据你用多少的礼件帮你找到其他适合的队友一起组队。反正不管你选择用多少的礼件也好，最后你们这个队伍出来总数是使用了10张礼件，消耗1张礼件就会获得1张卡片的奖励，总共抽奖2次，每一轮都会有10张卡片，每个玩家只能选择1张。之后系统会根据每个玩家消耗的礼件数量来分配多少的奖励。假设找不到适合组队的队友，就会解散队伍，但是不会消耗任何的礼件。每一轮抽奖队伍里面至少都会获得1个保底金头，消耗越多礼件的玩家获得金头的概率就会提升。那也因为这个活动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统帅，在抽奖的过程是不能替换统帅的，要抽奖结束或者是没有在组队的时候才可以更换。假设你抽取到的奖励是已经觉醒的统帅或者是雕像，就会转换成星星给你。没错，你们没有听错。所以各位真的要慎重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统帅，不要选到那些觉醒的，不然就很亏。不过每一个王国获得的统帅会有点不一样，如果你的王国历史时间没有这么长的话，可能就不会获得某一些统帅，像是那些已经打过很多场征服赛季的玩家都会有全部统帅。虽然是说全部统帅都有，但是更新到最新的统帅就是到海尔曼那一代而已。其中新的驻防统帅拉普拉普、新的远程统帅加查马达还有贡萨洛是没有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的，毕竟才刚推出啊，如果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拿到的话，其实官方损失还蛮大的。而且一些没有召唤过的统帅也是不会出现在这个列表上面，活动概率各位可以自己查看。除了我们自己选择的统帅之外，还可以获得星星、通用金头、加速、知识之书还有材料。还好这个活动是没有资源了，所以拿到其他的物品还不算太亏，除了拿到知识之书之外，还有拿到这个装备材料自选箱也是蛮亏的。这个是蓝色的，不是金色的。那假设你不想要去玩这个活动的话也没有关系，这个活动最后会以1:1的价格兑换成宝石给你。这个活动其实除了购买礼包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活动拿到礼件，所以当下你没有特别想要拿哪一些统帅的话，其实你可以保留着礼件直到活动结束为止。一个礼件的价值是500颗宝石。那讲完活动怎么玩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主题了。这个礼包到底可以拿到多少的礼件？其实这一次的活动有分成2个礼包，除了现在你们画面上可以看到的梦幻彩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缤纷庆典。这个活动一直以来都是有2个礼包的，从第一个版本开始就是这样。那我分别介绍一下这2个礼包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先介绍梦幻彩蛋吧。这个礼包总共可以买到3个黄金，也就是所谓的1条大龙的价格。我也是做了一个完整的列表给各位查看，如果是从石料买到黄金的话，分别有什么东西。加速方面我放成粉色的是训练加速，就比方说石料是拥有84个5分钟，换算下来就是420分钟，以此类推，其他的加速也是一样。至于没有上色的加速就是通用加速。那严格来讲，其实这个礼包获得的加速不算是最多的，但这个活动礼包的价值就在于礼件可以拿到多少个。换算下来，如果你是已经买到3个黄金的玩家，总共可以获得36660分钟的加速，其中14100分钟的加速是训练加速，礼件总共可以拿到77个。一个礼件的价值是500宝石，所以是拿77乘以500。在完全不使用礼件的情况下，可以获得38500颗宝石，再加上原本购买这个礼包3个黄金，总共可以获得94850颗宝石。只是光靠购买这个礼包而已，就可以获得是33350颗宝石。所以通过这个礼包获得的宝石是真的非常多的，虽然可以获得的加速也比较少，不过礼包的换算一般都是这样的，你拿到更多的加速可能资源比较少，或者是道具比较少，拿到更多的道具加速就比较少。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礼包也算是这么多个活动里面唯一一个礼包就是可以把道具直接兑换成宝石的，
而且宝石比较起其他的物品用途性会比较大，宝石可以兑换成加速资源、材料，什么都可以。所以在同等价格的情况下，比较起这一次的节日活动礼包，我更加推荐这一次的梦幻彩蛋。老实说，现在节日活动礼包都不是这么值得，因为皮肤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是拿失落之地的皮肤，没有必要再拿这种5%加成的皮肤了吧。可是你是为了这一次节日活动的金头就没有办法了。不过我觉得不是很值得啦，与其用这个方式去获得金头，还不如你拿到更多宝石去 VIP 商店那边兑换金头会更好。除非你现在是真的非常缺金头，那你就可以去购买这一次的节日活动礼包。接着介绍另外一个有礼件的活动礼包，这个礼包只有1个黄金而已，也就是所谓的小龙。所以也就意味着拥有的礼件数量会比起刚刚介绍的礼包还要少。这个礼包总共有26个礼件，是比起刚刚那个礼包还要少，差不多3倍左右。加速拥有17220分钟的加速，其中有6180分钟是训练加速。也就等于说你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只能购买一条龙，我会推荐你去买梦幻彩蛋。虽然梦幻彩蛋的价格是稍微贵了一点，但是可以拿到的礼件比较多，价值也会比较高，加速 VIP 点数资源材料也会比较多。当然不排除有一些玩家是真的很有钱，2个礼包都会买。我也顺便把你们计算了，如果你是购买了这2个礼包，但是没有消耗任何一张礼件，总共是可以获得191200颗宝石。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是不会消耗礼件的，直接兑换成宝石会比较值得。而且我印象中这个活动好像1年才出现2次而已，难得机会，当然大家都会直接去购买礼包。但你是真的没有办法一次过买2个礼包的话，我还是推荐买梦幻彩蛋，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对比。在食料礼包双方都是可以获得1张礼件，但是到了黑铁的时候，梦幻彩蛋可以拿到2张礼件，但是缤纷庆典只能获得1张而已。随着后来价格越来越高，礼件获得的数量也会不一样。像差距最大的就是黄金礼包的价格，那你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是买梦幻彩蛋的话，可以拿到20个礼件，同等价格你购买缤纷庆典的话，只能获得15个，少了5个。就算不是买到3个黄金，也是比起缤纷庆典还要更值得。脑袋正常的玩家都会选择梦幻彩蛋吧。并且我感觉官方好像是设陷阱啊，你们可以看啊，第一个礼包的东西几乎是一样，不管是加速资源还有礼件的数量，直到后面才不一样。会不会有一些玩家误会以为2个礼包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就变成买缤纷庆典的玩家就很可怜了，明明花一样的价格，但是拿到的礼件就比较少。以上就是礼包的内容介绍了。比较起完成这一次的活动，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把礼件收起来，等到活动结束回收变成宝石。像我个人是已经把我想要觉醒的统帅全部都已经觉醒了，也不缺金头，我是没有必要去完成这个活动了，而且这个活动是真的太看运气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